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中那些真正的转折点，从来都不是在舒服的日子里发生的，反而都是在痛、在慌、在你觉得我真的不行了的时候才迎来突破。有人说成功要靠勤奋、靠机遇、靠聪明，但我告诉你，真正决定你能不能翻身的，不是外在资源，而是你敢不敢反人性。听起来刺耳，对吧？但请你想想看，你有多少次后悔，是因为那一刻你选择了简单一点算了，先舒服再说。所有人性让你舒服的选择，最后都把你温柔地困住了。你不是不努力，你只是被自己的天性打败了。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，被大自然编程进一套系统，怕痛、怕饿、怕孤单、怕被排斥。这套系统在远古时代救了人，但在今天这个被算法和欲望放大的世界，它反而成了你所有焦虑、拖延、失控的根源。没错，翻身这件事本质上是一场背叛自己本能的革命。你得反人性，才能赢人性。第一个要反的是及时行乐。我们的大脑天生有个奖励中心，多巴胺系统，它让你一看到甜的就想吃，一看到通知就想点，一看到视频就想再刷一条。这是大脑在说，别想太多，来点爽的。于是你明知道该读书，却打开了短影片；明知道该存钱，却点下了加入购物车；明知道该睡觉，却又点开了下一集。不是你意志薄弱，而是人类的出厂设置就是这样。心理学家米歇尔做过那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，他给一群小孩一颗糖，说15分钟内不吃就能得到2颗。结果几十年后回访，那些能忍住不吃的孩子，在学业、事业、婚姻各方面普遍都更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反人性，延迟满足。听起来简单，但几乎没人能做到。我们太容易被当下的小爽骗走未来的大赢。刷短影片的快感在偷走你的专注力，垃圾食物的香气在偷走你的健康，冲动消费的满足感在偷走你的财务自由。那要怎么对抗？第一步，你要重新定义痛苦。大多数人把痛苦当敌人，但高手把痛苦当信号。当你感到抗拒、焦虑、想逃避，那就是成长要开始的地方。比如学习一个难技能，你的大脑在抗拒，是因为它要重组神经通路。比如拒绝冲动消费，你感到难受，是因为你在重新建立掌控感。这种痛其实是神经在升级。第二步，建立一个小代价大收益的思维回路。每当你想偷懒，就问自己，我现在选的这点爽，值不值得我未来的那份自由？第三步，改变环境。别考验意志力，人性经不起考验。要学习就把手机放远，要节食就别在家囤零食。约束自己不是懦弱，而是聪明。就像奥德修斯为了不被海妖的歌声迷惑，让船员把自己绑在桅杆上。真正的强者不是没诱惑的人，而是提前绑好自己的人。当你能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延迟满足，你已经领先90%的人，因为他们都在追快，而你开始追久。记住一句话，人类的痛苦来自想要快速得到不该那么快的东西。第二个要反的是避难趋易。我们的大脑天生节能，能少动就少动，能不变就不变。于是你明知道要改变，但就是拖。因为就习惯安全，新挑战痛苦。你以为自己在准备，其实是在拖延。你以为自己还不够完美，其实是在害怕出丑。人类最聪明的自欺方式就是我还没准备好。你没准备好的不是技能，是勇气。有个心理学概念叫必要难度，意思是真正能让你进步的事，必须要有点难，有点痛，不能太轻松。比如你每天都做自己熟悉的工作，脑子不用动，那不叫成长。你看那些励志短片，点头如捣蒜，但不实践，那不叫学习。成长的定义就是让你不舒服的东西才有用。
电影《爆裂鼓手》里那个年轻鼓手被魔鬼导师逼到双手流血，依然敲着鼓。那一幕很极端，但象征意义很深，所有突破都发生在痛的临界点。你以为自己要崩溃了，其实那一刻才刚开始进化。我们普通人不需要被虐，但要学会主动找有点难的事去做。比如你是写手，就写超过你舒适区的篇幅；你是上班族，就挑战那个你不确定能不能搞定的项目；你怕公开讲话，就去报名一场演讲。只有当你逼自己超出熟悉边界时，大脑才会重塑连接，你的能力才会升级打怪。想让自己变厉害，就得学会用游戏化的心态对待困难。给自己设关卡，打破一次就奖励一点。比如完成一件痛苦的任务，就去看一场喜欢的电影。让大脑误以为痛苦之后有奖赏，你才有动力反复挑战。还有一个诀窍，把反馈当礼物。因为只有反馈能告诉你现在在哪一层。你写了篇稿，请别人提意见；你创业失败，去问顾客为什么不买；你被批评，别急着防御，先听完。真正成长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不怕被打脸，因为那一巴掌比你闭门造车有用多了。我们太习惯逃避难度，结果就永远停留在原地。真正能让你翻身的，不是那些你轻轻松松能做的事，而是那些你一想到就紧张，但做完会升级的事。别再追求舒适的忙碌了，那只是假装在努力的幻觉。敢于挑战必要难度的人，才有资格迎来必要的成功。第三个要反的是自我原谅。听起来很温柔，对吧？但恰恰是它，让无数人一辈子停在原地。我们都有一个隐藏的很深的辩护律师，专门替自己找理由。项目搞砸了，你会说是别人配合不好；考试没过，你会说题太刁钻；机会错过了，你会说那不是命中注定。久而久之，你变得越来越擅长解释，而不是改变。人性最狠的一面，就是它能用10000个漂亮的理由让你合理化平庸。那种没关系了，下次会更好的温柔，其实是毒药。因为你一旦心软，世界就会变硬。反人性的第3步，就是对自己下狠手。要学会像检察官那样审视自己，而不是像辩护律师那样可怜自己。瑞达里奥，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，有句名言：痛苦加反思等于成长。桥水内部甚至有个系统，所有人都可以公开评价彼此的错误，连他自己都不例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人性最危险的本能就是掩盖。你越害怕面对错误，错误就越会在暗处长大。反过来，你越是能直视自己的愚蠢和懒惰，他就越没办法控制你。那要怎么做？第1步，记录每一次失败的细节。注意，不是写感受，而是写事实。比如，那天市场出现 A 信号，我选了 B 策略，结果亏了 X 百分号。这一步看似机械，但它能帮你脱离情绪，回到现实。第2步，连续问5个为什么。为什么项目失败？因为交付延迟。为什么延迟？因为一个人经验不足。为什么会安排他？因为我轻敌。为什么会轻敌？因为我没花时间评估难度。你看，5个为什么之后，问题从别人不行变成了我没判断清楚。第3步，把这些教训写进错误日志。它不是耻辱簿，而是你的财富簿。下次你面对类似决策时，翻开它，你就不会再掉进同一个坑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不是不会犯错，而是不会重复犯错。每一次复盘都是一次认知升级，每一次下狠手都是一次脱胎换骨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
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别再安慰自己已经很努力了，努力没错，但方向错了，越努力越悲剧。你不需要更多动力，你需要更多真相。第4个要反的是群体认同，这是最隐蔽也最致命的人性陷阱。人类是群居动物，我们从远古时期就害怕被孤立，那时候一个人离群就意味着被野兽吃掉，所以合群被认同这种基因刻在我们骨子里。但问题是，在今天它反而成了现代版的牢笼。你买东西看销量最高的，你追剧看评分最高的，你选专业看哪一个前景好，你发意见前还要先观察大家的表情。你害怕不一样，因为那代表风险。可你想过吗？所有真正改变世界的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一群。机会从来不会在人多的地方，那种大家都在的方向，往往早就挤满了焦虑和竞争。就像投资市场，当每个人都喊这只股票稳赚时，泡沫其实已经在膨胀。聪明人永远不会跟风，他们宁可在角落里默默观察，也不会盲目冲进人潮。所以反人性的第4步就是主动选择高质量的孤独，不是让你当隐士，而是学会独立思考。每天给自己留一段独处时间，关掉手机，离开社交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是我真想要的，还是因为别人都在做？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很多你以为的热爱其实只是模仿，很多你以为的选择其实是被推着走。哲学家叔本华说过，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成为他自己。群体让你安全，孤独让你清醒。独处是一种力量的积累，你开始能听见自己的声音，你的思想、判断力、创造力都会在那段寂静里重新长出来。而且你得练习逆向思考，当所有人都说对的时候，你要问为什么对？是不是太多人没想清楚？查理·芒格常说，反过来想，永远反过来想。市场越疯狂，你越冷静，所有人都追的地方，你反而要警惕。能独立判断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红利。你怕孤独，但孤独正是通往自由的门票。第5个要反的是情绪驱动。很多人一辈子都输在这，冲动、焦虑、恐惧、贪婪，这些情绪像操控台的按钮，一按你就不由自主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瞬间？因为一通气话搞砸关系，因为一时冲动买了根本不该买的东西，因为市场一涨就怕错过而追高，一跌又慌得想割肉。你以为你在决策，其实是情绪在决策。科学研究早就证明，我们的大脑在情绪反应时，杏仁核的反应速度比理性思考区快几倍。换句话说，你先感觉再思考，除非你刻意训练，不然你的人生就是被情绪牵着走的游戏。那该怎么办？要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插入一道理性的防火墙。举个最经典的例子，巴菲特，他那句别人贪婪使我恐惧，别人恐惧使我贪婪，不是天赋，是克制。当全世界都在狂欢时，他退一步看风险；当大家都在恐慌时，他冷静捡便宜。这不是投资技巧，而是一种心理强度。能在最热闹的地方冷静下来，是顶级智商；能在最绝望的地方看到机会，是顶级智慧。你也可以练这能力。第一，情绪来时别急着反应，让自己暂停3秒，深呼吸，然后再做决定。那3秒就是你和冲动之间的防线。第二，写情绪笔记。当你被气到想爆炸时，写下来，是什么触发了我？我在怕什么？我想控制什么？你会发现，大多数情绪的底层都是失控感，而写出来就是重新夺回控制权的过程。第三，别逃避情绪，压抑不是成熟，觉察才是。你要能看着自己的情绪说，我看到你了，
但我不会跟你走。能做到这一点，你的情绪就不再是炸弹，而是指南针。第6个，也是最深的反人性，是反思维懒惰。人脑是这个星球上最强的计算机，但我们每天却用它来做最懒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思考太耗能。我们宁愿用别人的结论，也不愿自己推理，宁愿跟着潮流，也不想深挖真相。于是这个时代充满了复述别人的聪明，却缺少自己想出来的洞见。思维懒惰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让你活在假清醒里。你看新闻，看短片，看评论，觉得自己懂了很多，但其实只是被灌满了别人筛选过的结论。真正的高手不是知道的多，而是思的深。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就是在打破这个惰性。他不问别人怎么做，他问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他造火箭时不去看行业标准，而是拆解到原料成本，铝、钛、碳纤维占火箭成本不到 2%。 那问题出在哪？制造环节。于是他干脆重造流程，把成本砍掉 90%。 这不是天才，这是思维的勤奋。那普通人怎么练？很简单。第一，永远问为什么。任何你听到的观点都不要马上接受，问5次为什么，逼自己想到底。第二，主题是学习，别再乱看了，选一个主题，比如财富自由，然后连续读10本相关的书。不同角度的矛盾会逼你整合出自己的观点。第三，以教为学，你学会了什么就去教别人，因为当你讲不清时，说明你根本没学懂。这是最狠也是最有效的思维训练。身体的懒惰会让你发胖，但思维的懒惰会让你一辈子穷。这个时代信息早就不稀缺了，稀缺的是能从信息里挖出逻辑的人。你不需要更聪明，只需要更愿意思考。现在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反人性才能翻身？因为人性让你舒适，而舒适让你平庸。反人性让你痛苦，但痛苦让你成长。所有顶尖的人都不是赢在资源、机遇或智商，而是赢在能违背自己的天性，做那个当下不爽但未来有回报的选择。延迟满足让你赢时间，主动挑战让你赢成长，无情复盘让你赢经验，孤独思考让你赢方向，情绪克制让你赢判断，深度思维让你赢未来。你想翻身，就得在别人下意识的时候保持清醒。最后，我想送你一句话：人生最难的路，从来都不是别人给你的，而是你自己让开的。真正的高手，不是比别人更努力，而是比别人更能对抗自己的人性。你越早明白这一点，就越快翻身。因为所有伟大的改变，都是从一个反人性的决定开始的。